上一讲谈到武帝大举兴兵讨伐南越，伏波将军陆伯德出贵阳下黄水，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真水，归义越侯延为歌船将军出零陵下澧水，贾为下赖将军下苍梧，各自统帅一批被赦的罪犯，江淮以南一共10万大军分进合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岳池义侯仪统帅巴蜀两地的罪犯，同时征发一郎兵下臧柯江，一共5路大军，约定在番禺会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罪犯真的有这么多吗？夜郎兵怎么会服从汉帝国的调度呢？作为军队主将的归义越侯延、下赖将军贾和岳池义侯仪，名字怎么这么奇怪？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下边我们就一一道来。以上记载里边有5处重点。第一，汉帝国真的有能力征调夜郎兵了。当初唐蒙的战略构思得以成真。回顾一下，早在18年前的元光5年，唐蒙出使南越，吃着南越人的举将，心里串起了一条完整的行军路线。如果从蜀郡可以很方便地抵达夜郎，从夜郎又可以利用臧柯江的航运能力顺流而下，岂不是可以搭军压境，直捣番禺，轻松拿下南越国吗？多年经营之下，这个宏美的构思真的实现了。第二，5路大军当中有楼船将军杨仆的名字，这才是杨仆在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首次亮相，所以杨仆移官的说法是不可能合乎事实的。第三，5路大军的统帅汉人只有陆伯德和杨仆2个，另外3个从封号估计应该全是归顺过来的越人，他们到底出身于越人当中的哪一支，史料并没有给出确切记载，但大概率上会是当年内附过来的东欧首领。第四，罪犯实在太多了，一个设令下来就把10万名罪犯动员成为10万大军，武帝时代的政治环境可见一斑。但这还只是就近征发，动员的罪犯远不是汉帝国当时罪犯的全部。后来东征朝鲜还是赵方抓药，又动员了好多死刑犯，这是后话。总之，武帝连年用兵，罪犯尤其是死刑犯构成了兵源当中的主体部分。何资全先生有过这样一个总括，以刑徒从军是秦汉的传统，以刑徒戍边实边也是秦汉的传统。从秦末统一前到两汉时期，以刑徒从军打仗戍边实边一直是存在的，有时3者又是合一不分的。第五，5路大军分进合击，用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，他们分别从湖南、贵州、江西、广西出发，主要走水路，在广东省广州市会师，这是秦始皇做不到的。秦始皇当初为了越过岭南搞南征，煞费苦心的开凿灵渠，但汉帝国不声不响的经营了这么多年，从刘邦和吕后时代的视南征为畏途，终于变成了可以多管齐下的局面。这个变化到底是怎么实现的？史料并没有给出过详细的交代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即便在武帝执政的初期，为了越人的内斗，纠结过要不要武装干涉。淮南王刘安还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上书谏伐南越，摆出了各种困难，劝武帝必须正视困难，不要自讨没趣。刘安讲述历史提到了早年龙绿侯周造远征南越，刘安的父亲刘长派兵助战，仗还没打，就有1多半士兵死于水土不服，给无数家庭造成悲剧。死难战士的家属到千里之外寻找亲人的尸体，尸体的肌肉已经腐烂，只能把骸骨包裹起来带回家乡安葬。这种伤动老一辈的人至今记忆犹新。然后我们看到武帝用成功的事实打了刘安的脸，然后又是接纳东欧内附，又是派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。汉武帝各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打法，最终在南越事件上汇成合力。除了这5路大军之外，还有人自告奋勇，这个人我们一点都不陌生，他就是牧羊人出身的卜氏，当时正在骑相的任上。如果问整个汉帝国谁的觉悟最高，那就一定是卜氏了。
这个答案是无可争议的。卜氏先前表现自己的高风亮节虽然感人，但到底还只是捐献家产。这一次他升级了，上书给武帝说，我听说主忧臣辱，如今南越造反，我愿意父子齐上阵，和其弟熟悉行船的人到前线拼命去。卜氏所谓主忧臣辱，严格来说这形容的是主奴关系。皇帝作为主子，一旦有了烦心事，就说明奴隶没能及时为主子分忧，很可耻。集权架构里最爱培养的忠君义士，骨子里呢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主奴关系。称职的奴隶不但要为主子分忧，更要有积极主动为拱后人一步的觉悟。如果人人都能有这种觉悟，皇帝可就太享福了。所以不难想见的是，武帝对卜氏的这份上书特别满意，赶紧下诏褒奖，又是封侯又是赏金，盛赞卜氏精神可嘉。但人啊就不用去了，这份好意皇帝心领了。武帝布告天下，高度表彰卜氏精神，用意很明确，希望一个榜样可以带动千千万万个效法者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打南越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结果现实再一次都投浇了武帝一瓢凉水。当年武帝表彰卜氏捐钱就已经冷场过一次了，这一次还是冷场。好吧，老百姓觉悟低就不说了，但看看天下彻侯乌泱泱不下几百人，说起来几乎都是功臣之后，国家股东，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响应一下朝廷号召，这可把武帝啊气得不轻。正值1年1度的宗庙祭祀大典，王侯们要齐聚长安，还要为祭祀大典凑份子。份子钱呢，有一个专门的名称，叫做胄金。武帝啊，命令少府拿出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，严查胄金品质，谁的金子成色不好，就以不敬的罪名弹劾谁。就这样，有106人因为这个罪名被剥夺了侯爵头衔。丞相赵州还被问了一个失察的罪，自杀了。赵州虽然官拜丞相，但没有太大的存在感。继任的丞相石庆也只是延续着谨小慎微的一贯风格，同样没有存在感。当时国家多事，桑弘羊、翁文书、倪宽这些人位列九卿，各自独当一面，并不请石庆啊拿什么主意。在这个国家多事的年景里，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那个把武帝骗得7荤8素的栾大，终于还是引起了武帝的怀疑，最后骗术破产，被腰斩了。栾大的推荐人也被一起杀了。但是武帝求仙的念头并没有因此中断。事情正像清人管世明说的那样，文成以诛栾大死，武皇长生心未已，黄金仙药2无成，油尽铜盘1杯水。到了这一年的年末，南越问题还没解决，西羌又出事了。西羌也称羌，这一时期主要活动在今天青海一带。汉帝国没能打通河西走廊的时候，西羌一直都是匈奴的盟友，而等到张骞凿空，河西走廊被汉帝国收入囊中，这就相当于切断了羌人和匈奴的联系。作为匈奴的老朋友，羌人不干了，发动了一场10万人规模的军事行动，还恢复了和匈奴之间的外交活动。这样一来，南越未平，西羌又起，怎么办呢？时间进入元鼎6年，汉帝国发动10万大军，以李希、徐自为担任统帅，迅速平定了西羌之乱。资治通鉴没讲的是，平定西羌打的是一场有限度的战争，并不像打匈奴的时候下手那么狠，又抢地盘又屯田的。汉帝国只是设置了护羌校尉。按照史学家管东贵先生的说法，当时汉帝国以匈奴为死敌，所以对羌人以安抚为主，并没有趁机搞屯田。后汉书还有记载说，羌人从此离开了黄中地区，迁到了西海和盐池周边，汉帝国这才因利成变，根据山势修建要塞，逐渐充实人口。西羌问题将来还会有很大的戏份，现在我们就该转入主线剧情，看看南越的胜败了。汉帝国派出5路大军，气势汹汹杀奔南越，但老问题又出现了。凡是分庆合击式的打法，要想按照计划，每一支军队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到达规定地点，这太难了。
虽然打南越看上去比打匈奴容易，因为南越人是过定居生活的，国都番禺并不会跑。但即便如此，计划还是赶不上变化。好，我们下一讲再见。